富二代被女友放了鸽子，伤心的他在飞机上大哭。这个时候，飞机遇到了气流，颠簸中他不小心撞到了空姐，他被颠得左歪右倒。在强烈的颠簸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站稳。工作人员见状，拿起电击枪对准了他家的酒店。今天开业，父母都在等着卞赫的出现，但卞赫现在却还是昏迷。他的发小这个时候走了过来，给他收拾烂摊子。迷糊中，他看到小勋也有些激动。小勋处理完之后，两人就急忙赶去了酒店，但父亲却对他的爽约非常气愤。妈妈赶紧挡在卞赫面前，爸爸拿起球杆就要打，小勋也试图阻止，然后给会长递了一个工具。卞赫非常委屈，说着理，完全没有认错的意思。小勋则替他受过。卞赫见状就直接跪了下来，父亲这才收了手。他在游泳的时候想起几天没见的女朋友，突然他听到了女友的声音，于是他急，他赶紧游了出来，忙钻。太过着急，还把衣柜的钥匙弄丢了。没办法的，只好穿上了服务生的衣服。眼看电梯上了33楼，他只好爬楼梯追赶。而这边的女友因为丢了一只耳环，竟挂在了保洁身上。但保洁也不是吃素的，一言不合，两个人便直接薅起了头发。此刻，女友在店铺眼里瞬间变成了空气。她不但不上前阻止，还被保洁的霸道劲惊住了。而保洁的出现，从此改变了这个富二代的人生轨迹。富二代看见女友被保洁欺负，不但不上前阻止，还在旁边当起了吃瓜群众。看着保洁如此厉害，富二代连连叫好。就在刚刚，卞赫看见发小搂着女友上楼，他便急忙跟了上来。可女友却因丢了一只耳环，竟怪罪在保洁身上。看着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卞赫对她更加失望。但白准可不吃他那一套，不拿出证据就休想诬赖别人。就这样，两个人一言不合便直接薅起了头发。还好同事急忙上前阻止，才将两人拉开。这时经理急忙赶到，并要求白准跟顾客道歉。白准气得咬牙切齿，但为了保住工作，他还是不情愿地低下了头。可不服气的他直接把垃圾倒在了地上。慌乱中，发小突然看到了卞赫，他吓得急忙想要躲避，可不小心竟踩到了那只耳环，来不及看是什么东西，疼得直接将耳环弹了出去。白准见状便一脚踩在了耳环上，接着他反过来让疯女人跟自己道歉。此时白准可是替卞喝出了口气，没想到这个女人竟这么豪横。彩丽被气得大喊大叫，经理无奈的只好跪地跟顾客道歉。看到经理的举动，白准只好放他一马，可他还是不愿这么轻易的放过彩丽，于是他一脚将耳环踢飞，接着便潇洒的离去。经理气得直接要将白准开除。卞赫见状急忙上前替白准打抱不平。经理看他穿着服收衣服，骂他多管闲事，而白准也不打算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经理见两个人如此嚣张，气得直接将他们赶了出去。可他哪知道，被他赶出的竟是老板的二公子。便和富二代回到自家酒店，却被保安拦住，管卞和怎么解释。保安就是不信，因为公司有规定，惹事的员工禁止入内。二代一看不动真格的，肯定是不行了，于是他决定亮出真实身份，想要吓死他们。结果就这样，卞和被自家员工赶了出来。可钱和手机还在酒店，这可怎么办？正在他感到无奈时，竟再次遇到了白准。到同事受伤，白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卞和解释只是跟他们简单较量了一下，但你能把手机借我用一下吗？我手机和钱包都在酒店。可卞赫拿起手机却根本不记得电话号码，这下可是尴尬了。而这边的小勋急忙跑到酒店寻找卞赫经理，没想到刚刚扔出去的人真的是会长的儿子，这回可是闯了大祸。打开卞赫住的套房后，还是没见到他的身影。接着工作人员在游泳馆拿来了他的衣服。少爷平时是喜欢惹是生非，但他总不能穿着泳装到处乱跑吧。接着小勋便来调取监控，经理因为害怕，只好用身体挡住监控画面。此时白准看着可怜的卞赫，便带着他来一起吃饭。从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少爷哪吃过这种东西，但这份美味可是白准半年才舍得吃一次的。为了博取女神的好感，卞和也只能大口的吃了起来。饭后白准还暖心的要给他拿打车钱，可就在这时，他看到自己在飞机上闯祸的事情被曝光，便吓得不敢回家，只好祈求白准收留自己，费用也一定照付。接着他像没吃过饭一样，又吃了2包方便面。而这边的小勋翻遍了整个城市，都没找到卞和，无奈的他只好回到家。此时白主任也来找到小勋，并且想把卞和安排在他家住上一晚。原来两个人是大学同学，而且关系更是没得说。但小勋可不想留一个陌生人来家里寄宿，没办法，他只能开启软磨硬泡模式。可就在这时，楼下却传来了卞赫的叫喊声，两个人急忙跑了下去。小勋一看，找了一天的人竟躲在自己家里。小杰错把富二代当成了穷小子，还好心的将他收留。
而家里一位卞赫突然失踪，早已急翻了天。小薰找遍所有他常去的地方，但都没有看到卞赫的身影。无奈的他只好回到家，可到家后才发现，他竟被自己的朋友收留。你就好心留他住一晚吧，要不然我只能让他住到我的房间了。我收留他的住宿费，咱俩5-5分。小薰气得简直就要崩溃，没办法，他只好将卞赫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小轩好奇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卞赫兴奋地说：“可能这就是缘分。”但他特别想知道小薰和白准的关系。憋了满肚子气的小薰根本不愿理他。你们该不会是在交往吧？听到这句话，他紧张的急忙否认。卞赫自信的以为白准肯定是迷上了自己。此时小轩气得真想一脚把他踢出去。早上天刚亮，嫣赫就来到白准这里，一边是命中注定的女人，一边是自己的好友。此刻他觉得这里简直是人间天堂。这边醒来的小薰发现卞赫再次消失，于是赶紧来楼上寻找。他怕卞赫会纠缠白准，便找借口想把他弄走。可就在这时，白准看到了卞赫长儿子闯祸的新闻，而且在新闻里他还看到了小薰的身影。听到这句话，卞赫瞬间感到绝望。原来在白准的心里，自己竟然是个单溜子，而且白准最讨厌的就是耍横炫富的人。为了改变在白准心中的形象，他决定找到父亲，并亲自解决此事。富二代看到女神来自家公司卖牛奶，而且还被自己的手下欺负，但由于此刻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只能看在眼里。等手下回去后，他便走过来捡起牛奶，打算替女神出气。白种好奇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二话不说，他直接将牛奶摔在桌上。科长吓得急忙起身，以后每天2瓶牛奶，限定3个月的。白准心想，你可别再替我惹事了，这怎么比我的脾气还暴躁呢？科长被他们弄得莫名其妙，白准赶紧将卞赫拉到门外，告诉他做生意绝不能强买。不过你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他们又打你了吗？原来卞赫在飞机上惹祸的是再次轰动，甚至还影响到公司，股市大跌，父亲气得直敲桌子。就在这时，卞赫却闯了进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街溜子，他决定要独自承担此事。可父亲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接着便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因为在父亲眼里，他就是个混吃等死废物，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听卞赫的解释。解决办法除了拳打就是脚踢，一直打到儿子鼻口穿血，最后还要抡上一凳子。就在这关键时刻，小轩却再次挡在了卞赫前面。魏长见状也只好收手，小薰替他处理好伤口，并嘱咐他事情没处理完之前一定要将自己藏好，更不能被记者发现。可哪想到此时他竟遇到了白准。卞赫说因为爸爸在这里上班，自己才会过来。在哪个部门？是临时工啊？清洁门卫还是后厨？那就门卫吧。肯定是因为你辞职的事才打你的吧？这年头在哪工作都不容易，可这是有多生气才会把你打成这样？这时小轩打来电话提醒他应该回去了。就在卞赫转身准备离开，白准突然将他拽住，因为他想起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可没想到他说的工作竟是来工地搬砖。女孩误把富二代当成穷小子，还将他带到工地跟自己打工赚钱。可富二代哪见过这种阵势？不过没关系，因为白准在这里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工友热情地走过来，捏了一下卞赫的胳膊，这连肌肉都没有，哪来的力气干活？听到这话，富二代当时就不乐意了，还非要展示给大家看看。虽然觉得自己可以，但他还是满脸的不愿意。这年头去哪找工资这么高的工作？窝冷。于是他就被强迫搬起砖头，扛起了钢管。看来这种锻炼方式可比在健身房坚强多了。就在他准备放弃时，却听到了女神的鼓励。接着他便偷偷给小轩打去了求救电话，就在前面跪求，不然工友在身后狠狠给他一巴掌。卞赫被打的当时就蒙圈了。我看你是白准的朋友，才关心你，可你一有时间就过来偷懒。看着心中的女神，他瞬间忘记了此刻疲惫。在卞赫的心里，白准是那么的完美，能不能注意点？口水都流出来了。一天的工作结束，卞赫累得脚都抬不起来。大婶路过时打他，他也没心情跑了，只有看到白准，他才露出甜蜜的笑容。佳佳，我被打过了，不过你还欠我铁铲钱、泡面钱、住宿钱，剩下这些就是你的了。卞赫委屈的看看，这点钱还不够自己买一双袜子的。接着他又跟白准回到了家里，正巧他们碰到了刚下班的小薰。白准祈求小薰在他找到房子前，可不可以暂时收留一下卞赫？可小薰却果断拒绝。那我只能让他住在我的房间，我搬到楼下闺蜜那里。卞赫兴奋的赶紧交了定金。小轩见状，只能再次把他拽到家里，但他实在是待不住，还想再去看看白准。可就在他上楼时，竟看到了被他在飞机上撞倒的空姐。这下富二代的身份估计就要被他戳穿了。女孩发现捡来的穷小子竟是个富二代，而且几天前在飞机上欺负闺蜜的也是他。
对啊，白准最恨的就是这种人，这回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小轩也承认卞和就是强秀集团的二公子，卞和不断的解释就是小燕却走了过来。白准看气氛不对，赶紧让两个人跟小燕道歉。卞和见状直接跪地请求小燕原谅，但小轩觉得自己没错，为什么要道歉？更何况他已经收了赔偿金，为什么还要继续传播视频把事情闹大？小燕气得直接把钱扔在了地上，小轩也没惯着他，辩论一番后便转身离去。卞和埋怨他这么做会伤了白准，可小勋其实早就受够了这个富二代。原来在小勋和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是便强就收留了他们，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所以父亲觉得这份恩情一辈子都无法回报。此时卞和才知道小勋心中的想法。道过歉后，他又到楼上来找白准，跟他解释在飞机上的误会，但白准根本不想理他。白准离开后便赶往下一项工作。原来他拼命工作是因为有一个讨债的妈妈，爸爸离开后一直由他来照顾妈妈和弟弟，家里的所有负担就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做代驾的他却恰巧碰到了卞和的哥哥，而且还听到传播卞和视频的事都是哥哥在背后捣鬼，因为把卞和弄进去，他就可以独自继承家里的产业。早上小勋上楼把卞和踢醒，如果你再不起来，我就真的会跟你断绝关系。没办法，卞和只好乖乖地跟着小轩回去。接着白准就来单位找到小轩，告诉他自己急需一笔钱，要不然他就会去举报卞和。孟青才怪他们在，小轩没办法，只好让他开价。可这时白准却犹豫了，难道你不是跟他站在一边的吗？小轩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将昨晚碰到卞和哥哥的事告诉了他。这时他突然想起有人提醒过他，一般发生这种事都是内部人在捣鬼。此时两个人意识到卞和一定会有危险，而这边警察已经找了上来。经理却谎称根本没见过这个人，可没想到为了救出富二代，女孩竟把他藏在清洁车里。就在他们上电梯时，警察也跟了上来，女孩吓得浑身发抖。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卞和却闹起了肚子。就在刚刚，小金来到酒店调查，可经理却一口否认根本没见过这个人。可卞和竟自己送上门来，是员工被吓得浑身发抖。这时小轩和白准也及时赶到，小金对比照片后还真是无法辨认。就在他反应过来时，小轩经理拦住小金，经理急忙将花瓶扔向小金。卞和正要上电梯时，小勋却来晚了一步。这时小金也赶了过来，没办法，小轩只能爬楼梯，可两人却同时来到了33楼。正在小轩感到为难时，白准及时赶到，这个重任就交在了白准身上。小轩也急忙给卞和打来了电话，并让他马上给白准开门。见小金过来，白准赶紧将车推了进去，快点上车，我救你出去。知道白准来救自己，卞和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是为了钱才来救你，给我500万，我马上把你弄出去。卞和一口答应，但他还是有个要求，我要住在小勋家，然后给我找个藏身之地，你还要做我的随身秘书，工资跟小勋一样。想想急用钱的母亲，白准只好一口答应。小勋这简直就是荒唐。两人达成一致后，卞克直接跳上了清洁车。这时小金却突然敲门，看着是清理卫生的保洁，小金也没太在意。可就在两个人刚要下电梯时，小金却突然叫住了电梯。原来人家是想要下楼，但白准却吓得直冒冷汗。这时小金拿出照片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白准表示自己今天刚上班，所以不太清楚。可卞和竟在这时闹起了肚子，白准见状只能下意识地捂住肚子，并表示抱歉。接着他又借口用打文字来制造噪音。小金又拿出了自己名片递给白准，白准表示不能透露顾客的信息。争论间，卞和又发出了噪音，他是爽了，这可呛坏了旁边的两人。小金受不了，也只好先走出电梯。可就在白准刚放松一口气时，卞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见事情不妙，白准撒腿就跑，逃到停车场，急忙跳上小轩的车。就在几个人放松警惕时，却发现小金还在穷追不舍。开到公交站点，小金却被夹在了中间。等到追上小勋时，竟发现车上的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两个人已经偷偷坐上公交，他的车里没有他要找的人。小金也无话可说，可卞后万万没想到，他的下一个藏身之地又是这里。财阀少爷被迫到工地打工，可干了不到5分钟，就鬼哭狼嚎地跑过来：“你再晚来一会都要涨上了，让你看看什么叫受伤。”卞下尴尬的只好走开。大家好奇这只小奶狗为什么要跑这来打工。中午大家来到食堂吃饭，卞和看到面前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和你不吃饭哪来的力气干活？为了融入女神的生活，卞和只好勉强尝了一口。可没想到这口汤却直接将他征服，原来世上竟有如此美味。接着他便大口吃了起来。就在这时，电视上播放一条爆炸新闻，
原来哥哥自作主张开启了新闻发布会，并为卞和在飞机扰乱这件事公开道歉，但弟弟却突然失踪。如果找到当事人，一定会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还大家一个合理的说法。看着哥哥在发布会上发言，卞和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而这边众人都开始议论纷纷。安女士说，这个财阀家庭就大儿子正常，小儿子就是个废物精。叔表示，这些只不过是作秀给大家看，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行得通。有钱又有什么用？小儿子就是个混子。卞和急忙辩解，表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卞和，这让一向骄傲自大的卞和有些不知所措。其实他并不是不去承担责任，而是父亲一直在强烈阻止。此时工地的领导要过来拜访，大家赶紧出来迎接。白准看着委屈的卞和，安慰几句后便让他留在了这里。而领导竟因为工程进度太慢，开始责怪起大家。白准听后气就不打一处来，接着便开始替大家说了几句。可领导听后气得直接要将他开除。众人见状都开始维护起白准，此时场面也乱成一片。而这一幕正好被架子上的卞和看到，眼见白准被欺负他，激动的不小心一脚将砖头踢了下去，可砖头落地后却直接砸到了地上的石头，石头竟反弹崩到了领导的头上。这下卞和可闯了大祸，他是一个烂泥不扶墙的富二代，每天除了闯祸就是捅娄子。可这次的祸可是闯大了，不但连累工友弄丢了工作，还差点将领导送走。庆幸的是，他有个帮自己收拾烂摊子的兄弟。就在他给小勋打求救电话时，一群人围了上来。就这样，领导将杀人未遂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听到这句话，几个要好的朋友当时就不乐意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个意外，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警察却要将人带走。白准见状，竟将工地非法排放污水的事搬了出来。领导气得刚要动手打人，突然原来在小勋过来之前，就已将这个包工头调查得一清二楚。包工头吓得也只能和平解决。白准问他刚才掉下的砖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卞和解释那不过是一个意外。卞和尴尬地说，这些真的是意外。白准后悔自己怎么会帮助这么一个混蛋，接着便气愤地转身离去。看着女神远去的身影，卞和只好跟着小轩回去。可没想到几个工友却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白准气得直接找到领导，并威胁他将其他几名工友复职。可领导根本不吃那一套，直接将白准赶了出去。此时的白准受尽了侮辱，没办法，他只能失望地回到家。此时卞和为了哄女神开心，精心地为她准备了浪漫的惊喜。本以为白准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可看到这个不务正业的败类，白准气得破口大骂。卞和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因为维护你几个工友都被开除了。微不足道的工作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但这却是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生活来源，而你还有心情在家里弄这些东西。卞和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但没想到他的补偿竟被白准狠狠地撕掉。经历了这么多，卞和觉得自己绝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他要勇敢面对一切，不想再做众人眼中的废物。看到弟弟的出现，便太准备让他永远不能翻身。可没想到这次爸爸不但没有打他，还为他请了5名辩护律师，并且在前一天他也找到小燕，诚挚地跟他道了歉。小燕将事情解释清楚后，白准才知道原来自己真的误会了。卞和从没见过这么惨的富二代，不但被老爸赶出来，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给留下。可更尴尬的是，他竟在这个时候偶遇了自己的女神。接着大家便开始追赶这个暴露狂，几个人瞬间成了城市中最美的风景。突然富二代一不小心竟摔倒在地，只是这可是丢人丢到家了。就在刚刚，因为小燕出面为他作证，卞和终于洗脱了罪名。他兴奋地扑向女神，可下一秒就被老爸的人抓了回去。但这次老爸并没有揍他，还给他机会让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卞和兴奋地刚要离开，但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那就不要再做我卞强秀的儿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把我赶走吧？就这样，卞和被一丝不挂地赶了出去。他伤心地在门口嚎啕大哭，可父亲却命令所有人，谁要是敢给他衣服，也像他一样滚出这个家。但小轩爸爸最心疼的就是卞和，他趁大家不注意，偷偷给卞和递过来一个袋子。卞和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我还要等几分钟才能回去。会长说你要是再不离开，就要把你送到广场宴贺。吓得只好落魄地离开了家。没想到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工友却献出了爱心，不但给他买了花裤衩，还热心地带他来挑选衣服。可大家选的他都不太喜欢。你都沦落到这种地步，竟然还这么挑剔，既然不是你的风格，那你就自己进去选吧。选好后，他兴奋地出来展示。我只能说，阔少爷的眼光就是独特。白主人也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接着他们又带卞和一起吃饭，
此时卞赫才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间温暖。妈妈生气地埋怨老公对儿子太过残忍，是你说让我给他自由的翅膀，有翅膀自然会飞起来，是鹰是鸡，放出去溜溜就知道了。接着他让小轩时刻关注儿子，并及时汇报给自己。可刚刚出来，变态也找到小勋，还让他把汇报给爸爸的事情也一样汇报给自己。可会长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儿子的动向，这可让小勋陷入了两难。回来后，卞和再次碰到了小燕，他激动地感谢小燕肯出面为自己作证。卞和尴尬地赶紧跟小燕道歉，可没想到这一幕竟被白准的妈妈看到。富二代不想继续啃老，于是决定自己出去打工。可没想到第一份工作竟是给自家公司打扫卫生，可毕竟是爸爸的公司，被人认出来，他总觉得有些尴尬。果然刚进屋，老爷子就惊讶地迎了上来，片刻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年龄大眼神不好也算正常，但到了大厅肯定会暴露身份。话音刚落，眼镜男就叫住了他。片刻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白者告诉他，既然穿上这身衣服，就已经失去尊贵的身份。想起曾经那个辉煌的自己，卞赫深切地体会到这种落差，他也终于懂得被人忽略时是何等心酸。于是他放下少爷的身段，接受了现实。他也知道，原来白准每次干活都会躲在卫生间里吃饭。于是第二天，他主动帮助别人才换来了2张餐券，看心爱的女人能吃上一口热饭，卞赫觉得是那么的开心。可就在这时，负责卫生的班长却找了上来，并要求他们立刻离开这里，因为这根本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2个人被狠狠地伤了自尊。就在几个人争论不休时，会长却走了过来。No no you know me just shit。看到是自己的儿子，会长气得大发雷霆，2个人吓得撒腿就跑。白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跑，卞赫说，因为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被打了一幕。而这边的父亲因吃错东西感到一阵腹痛，就在他上完大号准备回去时，竟发现卫生纸却不见了。原来卞赫一直负责清扫这里，所以一切都是他在捣鬼。看到儿子在窗外清理，父亲不但不生气，还夸奖儿子有胆量。可刚刚缓和的父子关系，没想到第2天又被打回原形。原来白准因为生病耽误了1天的工作，班长却因此事想趁机将白准开除。大家觉得公司的要求太过苛刻，于是便集体罢工。而这边的卞赫找到老板，并正式要向他和大哥宣战。他跟大家商量决定，在集团新品试吃活动时，当老渣赶出公司，为大家争取正式员工的机会。第2天活动开始，卞赫带着所有临时工出现在活动现场，可公司根本没有安排这样的节目。这时会长才发现带头的竟是自己的儿子。接着大家便开始表演起这场激情四射的歌舞。负责活动的领导吓得直接跪地求饶，可会长就感到非常满意。他没想到儿子还有这种天赋。在场的员工随着节奏打起了拍子，活动气氛也瞬间达到了高潮。表演结束后，卞赫在台上以强秀集团的名义直接宣布会长已经答应让临时工转为正式员工。众人听到后顿时感到激动万分，公司员工为这件事也都感到非常惊讶。白准也没想到卞赫为了大家居然这么莽撞而变态，却做好看笑话的准备。接着等待他的便是一顿拳打脚踢。此刻白准正焦急地等在门外，听见里面不断传来打骂声，他再也忍不住了，接着便直接闯了进去。见到室内的场面，白准顿时感到震惊，因为直接支付员工和雇佣劳务公司费用基本一样，但通过第3方清洁工只不过是应付了事。可会长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举动到丝毫心软。得知白主任已经辞职，会长便告诉他，回到了中年以后还是会被辞退，那样不但浪费时间，还浪费金钱。阿准顿时对会长的这句话说得哑口无言，从未见过这种奇葩父亲。想让儿子回自家公司上班，但还要参加严格的考试。儿子觉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因为自己初中都没毕业，怎么可能通过公司的测试？父亲说，如果能通过考试，清洁工就有转正的机会。于是他只能找到小轩和白准商量。小轩觉得卞赫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并不赞同。可白准却说不尝试一下，怎么能知道最后的结果？卞赫为这件事感到特别矛盾，因为自己没有学历，根本不可能通过考试。正在他感到烦恼时，哥哥却找了过来，因为他知道卞赫要回到公司，心里顿时有了危机感。他不但对弟弟一顿羞辱，还拿钱让他离开这里。原来在多年以前，卞赫曾为哥哥顶开车撞人的罪名，曾经他跪地苦苦哀求卞赫，可如今却这样对待自己的弟弟。此刻哥哥的举动瞬间让他坚定了信心。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白准决定跟卞赫一起考试。接着2个人便开启了魔鬼式的训练。安女士在背地里偷偷帮忙，金叔也为他们复印了重要的资料。几天后，2个人信心满满的进入考场。
可看到尸体后，卞赫又开始头晕脑胀。但想想白准为自己付出这么多，瞬间让他有了动力。就这样，笔试结束，卞赫顺利的工作。可没想到，在面试环节，主考官竟是自己的哥哥。虽然卞赫的回答依旧顺利，可变态却是强烈反对。最后，薛科长只能用外卡将他招进公司。轮到白准时，他的各项测试都符合公司标准，但白准却并不想在这里工作，因为参加应聘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会长口中的胆小鬼。考试结束后，父亲也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可没想到上班后，卞赫还是一路坎坷。富二代想跟女神确定关系，可女神却吓得急忙躲开。这白准犹豫不决，卞赫兴奋地以为他答应了自己，可白准却说还是想做普通朋友。卞赫瞬间有一种被耍的感觉。可离开后，白准紧张地直接坐在了地上。他不明白自己对卞赫到底是不是喜欢。回去后，卞赫简直就要崩溃。明明已经有了触电的感觉，为什么白准就不能接受自己？醋意大发的小轩直接将枕头砸向了他。第二天，他们的商品上市，可没想到直接被强秀集团的新品打败。于是大家一起商量该如何解决。这时候，金叔发挥了宣传技能，负责给大家培训。卞赫带着大家在超市亲自销售。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商品竟被洗劫一空。卞秀集团的商品销量却直线下降。父亲知道后，气得直接要将卞赫赶出公司。可就在这时，总统却打来电话。原来总统是对卞秀集团录用清洁工，之后在跟承包企业解约的情况下，还能给对方留条活路。因为这两件事的做法，便对他提出表扬，并且集团上了热搜，股票也疯狂上涨。因为卞赫立了大功，父亲感到很欣慰。可卞赫却说自己之所以改变，都是白种功劳。这边的妈妈也早就知道了这个女孩，所有人都替卞赫高兴，只有哥哥满脸的嫉妒。他找到白准，质问他为什么要接触卞赫。白准被弄得一头雾水。他告诉白准，他的父亲是因为受贿才被赶出公司。白准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可他却将所有愤怒发泄在白准身上。没想到这一切都被站在外面的卞赫听到。即使再有钱，也不一定能追上这样的女孩，所以婆婆急得只能亲自上阵。本以为高贵的她会引起女孩的注意，可女孩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在回头的瞬间，白准见一辆摩托车向他们飞了过来。于是他急忙护住阔太，还好有白准的帮助，阔太才躲过一劫。气得白准对摩托车主破口大骂。阔太没想到未来儿媳竟这么霸气啊！虽然两个人都没大碍，但阔太精心挑选的衣服却湿了一片。善良的白准让他去自己家把衣服烘干，这可真是求之不得。于是白准将他带到家里，可刚上楼却碰到了妈妈。知道是白准的妈妈，阔太赶紧上前问候，并主动介绍说自己的儿子就住在楼下。母亲以为是小勋的妈妈，接着便开始拼命夸奖小勋不但人长得帅，还教育得那么好，而且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科长。白准猜到这一定是卞赫的妈妈，急得赶紧在后面提醒，可母亲根本没理解他的意思。接着便告诉他的儿子，最近被一个跟屁虫赖上，而且听说那小子还是个富二代。阔太心想，你要不是白准的妈妈，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白准见识不好，急忙将阔太请进屋里。对了，他不但欠了房租，还有水电费。他提醒妈妈赶紧闭嘴，可妈妈最后还是鼓上一句。白准赶紧沏茶，并跟阔太道歉。可他早就习惯了这些闲言碎语。于是阔太开门见山，直接问白准跟儿子到底发展到哪一步，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可是连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白准却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阔太不明白儿子到底哪点不好。虽然卞赫经常闯祸，但他本质却特别善良。刚回到家，妈妈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当着白准的面，卞赫责怪妈妈为什么没经过人家同意就随便过来。可下一秒，他就迫不及待地问妈妈，见面后到底感觉如？妈妈觉得白准是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可问题是白准的妈妈喜欢的人却是小轩。一对男女在天台上整整冻了一晚，只因他们都在等待着各自喜欢的人。就在昨晚，白准因为打不到车，所以他只好让小轩来接自己。得知白准去了郊区，小勋急忙赶了过来，两个人正准备回去，可车子又突然坏了。而这边卞赫刚刚回来，就兴奋地去找白准。见白准不在，他只好回家找小勋，可没想到小勋也不在家。这时金叔却打来电话，说一整天都联系不上白准。听到这个消息，他顿时慌了。接着他急得只好给小轩打去电话。他告诉卞赫他们会很晚才能回去，这让卞赫瞬间感到不安。于是各种暧昧的画面浮现在自己的，可回头想想，应该不会有这种可能。但昨天母亲却不断嘱咐自己，想着妈妈的话，卞赫开始坐立不安。于是他只能出去等待着白准回来。可就在这时，他又碰到了刚下班的小燕。他把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小燕，没想到小燕比他还要慌张。
原来在几天年前，小燕回家时不小心将鞋跟卡住，可这时却被小轩碰到。小轩不但帮她把鞋拿出来，还暖心地帮她穿上，这顿时让小燕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就这样，两个人整整冻了一晚。楼下的小金实在看不下去，还给小燕送了一杯热水。你得快到最后。这时白准却赶了回来，见到白准，小燕急忙将他拽回去了解情况，而卞赫也想知道他们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小勋不但不回答，还送给他一个微笑。认识20多年，这可是小勋第一次笑，所以这让卞赫更加有了危机感。财阀家不一定都是刁婆婆，但一定是事比较多。他觉得自己绝对是最疼媳妇的那种。可是你能先帮我倒杯水吗？一半凉一半热，大约50度就行。改准好奇他这么晚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霍太尴尬地说，因为自己离家出走，所以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可我这里这么寒酸，您会很不方便。霍太没想到白准竟说的这么直接，可巧合的是自己就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为了帮儿子追到儿媳，这婆婆也真是拼了。可躺在床上，霍太却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睡，因为他知道小儿子牵扯到一件受贿的事。可没想到白准也在为这件事烦恼。就在昨天，卞泰拿着弟弟受贿的照片交给爸爸，可卞赫看到照片后却当场发飙。虽然去了现场，可自己并没有做出这种事。为了避免舆论，父亲建议他出去躲一段时间，可卞赫却认为是有人故意栽赃，所以他一定要查出幕后主使。于是父亲决定给他3天时间来调查。结果晚上，卞泰心急地问父亲想要如何处理弟弟。其实父亲何尝不了解自己的2个儿子，大儿子心狠手辣，小儿子真诚善良，但手心手背都是肉。父亲也很为难，以前小儿子遇事总是躲避，这次卞赫这么肯定，你为何不能信他一次？但卞泰认为社会毕竟不是小事，怎么也要公私分明。妈妈知道后急忙问老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卞强秀却问老婆，如果在2个孩子之间选，你会站在哪一边？他表示自己一定会选择强者，可养的都是你的骨肉，你会看着另一个死去吗？看着狠心的丈夫，霍太被气得直接离开了家。于是他只好借口来到白准这里，可没想到白准也在为这件事发愁。于是2个人便开始商量该如何开发家庭的争斗。你永远想不到有多么残忍，因为哥哥想独吞家产，所以他从小到大一直在陷害弟弟，最后终于将弟弟弄成了众人眼中的废物。而这次更可恨的是，他竟陷害弟弟，拿了合作方的好处便恨满肚子委屈。于是他决定不再忍让，并向父亲承诺3天内一定要查处幕后主使。接着他便找到小轩和白准商量，可他实在搞不清那些照片到底是谁拍的。想要查出原因，必须马上调查照片的来历。卞赫觉得他得罪的人只有老张，所以他决定从老张入手。可是照片在父亲手里，我该怎么偷出照片？白准说这件事可以交给自己，接着偷照片的事就交给了李叔。李叔顺利完成任务，并把照片发给了白准。于是白准来到汴河区的那家 KTV， 决定在这开始调查。可服务小姐并不想被卷进此事，但白准曾对她有过救命之恩。最终他还是说出了实情，原来当天是老扎拿走了拍摄视频，而幕后主使却是变态。卞和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毕竟是亲兄弟，没想到哥哥竟如此阴险。几个人商量，必须要拿到 U 盘才能知道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怎么才能在哥哥那找到 U 盘？白准想了几种方案，却都遭到了小勋的反对。于是2个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小勋。接着他便扔下2人独自离开。可回来后，白准却看到了卞和的妈妈出现在自己家的天台。因为阔太离家出走，所以来白准家借住一晚。可2个人都在为卞和的事而感到烦恼。最后阔太终于忍不住问白准是否了解情况，于是通 U 盘的事就交到了阔太的手上。为了帮小儿子洗清冤屈，小儿媳带着婆婆到大儿子这里来寻找证据。变态好奇地问妈妈怎么会来这里，可是你都不知道我昨晚离家出走了吗？说话间，阔太从头到尾翻脸一遍，但他还是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接着他便缠着大儿子让他陪自己吃饭，没办法，变态只能放下手上的工作。出去后，阔太急忙给白准打电话，告诉他计划没有成功，让他赶紧实行第2方案。看着2个人离开，白准急忙找来了帮手。接着轮到张叔跟安女士上场，2个人用拖布挡住了监控。就在白准刚要闯入时，小勋却赶了过来，随后卞和也及时出现。接着3人便一起来到办公室，开始翻找。最后卞和终于找到了这个小猫 U 盘。小勋以为他要将 U 盘直接带走，没想到白准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电脑。小勋急得赶紧看了一下时间，不完成后，卞和感激地看着白准。白准不好意思的让他赶紧把证据拿给会长。卞和激动地抱了抱这个改变他命运的女孩。可他觉得白准就是上天赐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接着他便将视频拿给了老爸，并在视频里找到了截图的画面。知道小儿子被陷害后，父亲问他会怎么对付哥哥，可卞赫却说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不过他只想求父亲能停止跟老扎继续合作，愿他呀对看到儿子的善良。老爸感到很欣慰，成功帮儿子摆脱了嫌疑。阔太觉得非常开心，可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也更加喜欢这个儿媳。他问白准想什么时候辞掉清洁工的工作，你这么年轻，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理想？可这个问题却难住了白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此刻他突然觉得也该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此刻卞后觉得自己简直是太尴尬了，可没想到白准接着便问他可不可以跟自己约会。卞克惊讶地看着白准，兴奋的却像个孩子。接着他又找到了小勋，此刻小勋紧张的不知怎么回答，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下班后他高兴地看着等在外面的白准，可就在这时卞克却突然冒了出来。他好奇地问卞赫怎么还没下班，可卞赫却说自己一直在等着他。小轩被两人弄得莫名其妙，没想到这时小燕也赶了过来。看到小燕后，小轩才明白白准的意思，虽然很不情愿，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几个人玩得特别开心，却只有小轩闷闷不乐，把两个人成功撮合到一起。片刻以为此刻他就能跟女神约会，可白准却告诉他自己想要回家。小轩不想耽误小燕，接着便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听到这句话，小燕也并没有怪他，因为他明白只是自己在一厢情愿，但他还是特别伤心。于是他独自喝起了全麦果汁。这时小金恰巧碰到了小燕，接着两个人便一起喝了起来。看见失声痛哭的小燕，她焦急的不知如何是好。而这边的两个人就在买咖啡时，却看到了路过的小轩。看见小轩一个人回来，两个人急忙跑了出去，可小轩却满脸不高兴。他们好奇地问小轩到底发生了什么。莫名其妙，两个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白准以为是小勋没看上小燕，可就在这时，他们却看到难以置信的一幕，原来是小勋被甩了。清洁工打扮起来竟如此漂亮，当他面对两个男人缓缓走过来时，差点闪瞎了他们的眼睛。就连小勋都没想到，精心打扮后的白准竟如此惊艳。可两个人好奇，大晚上他打扮成这样到底是要干啥？还不等两个人反应过来，白整便匆匆离去。可是到底做什么兼职要这么浓妆艳抹？两个人越来越觉得奇怪，便和好奇的便偷偷跟了上去。小勋见状也急忙跟在了后面。可更奇怪的是，一向坐公交的白准竟然还能打车。看着白准上车后，两个人更加慌张。可跟到最后，没想到白准却进了一家酒店，接着还见了一个男人。于是两个人瞬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勋这下可是真的慌了，但等他跑到电梯时，还是晚了一步，便下急的赶紧给白准打去电话。可没想到白准竟然拒接。见势不好，两个人急忙跟了上来。当见到白准时，小勋却愣在了那里，因为他亲眼见到白准跟那个男人进了房间。情急之下，小勋便开始砸门。他不顾主人的反对，直接闯入了房间。看到里面的一切，两个人可是彻底懵了。原来白准是给孩子举办生日派对，这一下他们可真是闯了大祸。就这样，两个人搞砸了整个场面。白准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白准被气得直接转身离开。为了哄白准开心，两个人带他一起出来吃饭。接着白准又将两个人狠狠教训了一顿。可他突然问小轩是在搞办公室恋情。此刻小轩被弄得哑口无言，卞赫还在旁边不断的起哄。小轩气得说自己绝不会像卞赫那样一动心就会表白。听到这句话，白准心里顿时感到一阵刺痛，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小轩喜欢的人应该就是自己。精心打扮后的阔太准备去找儿媳妇提亲，于是他早早的去了儿子的住处，但没想到儿子却并不在家。这时正巧碰到了白准的妈妈，于是他热情地将阔太和小轩请到家里吃饭。白准好奇他们两人怎么会来自己家里，然妈妈一直误认为阔太是小轩的母亲，而白准妈妈也非常认可这个女婿，于是他当着阔太的面将小轩夸得天花乱坠，还羡慕阔太竟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此刻小轩和阔太都感到十分尴尬，白准也暗示妈妈不要再说了。这时小轩却收到了变态发来的消息。小轩走后，阔太也终于鼓起勇气坦白自己不是小勋的母亲，而是卞赫的妈妈。知道弄错了这件事，白准妈妈尴尬的不知该说些什么。而此刻小勋正巧碰到了卞赫，知道是哥哥要找小勋，他便气冲冲的来找哥哥。看到此刻的场面，他警告哥哥以后不要让小勋替他处理这些无聊的事。变态却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看到弟弟的态度，变态很是不爽，接着两个人便动起手来。
卞赫不想和他继续纠缠，只好气愤地离开。出来后，他看见小薰一直等在门口，他告诉小薰以后不要再听变态的秘密，要学会拒绝。听到卞赫的话，小薰突然觉得心中有了一丝暖意，但他还是依旧等在门口，直到变态出来后，指着小薰一顿侮辱，还警告他最好不要背叛自己，只有乖乖听话才能保住自己的父亲。晚上，小薰找到父亲，说自己想辞去这份工作，可父亲告诉他，即使是辞掉工作，也要跟卞赫好好相处，因为当年他代替顶罪的人并不是卞赫，而是变态。他希望儿子不要再怪罪卞赫。知道真相的他急忙赶回家，他质问卞赫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见小轩已经知道真相，他只好坦白，因为父亲和哥哥让小轩父子忍辱这么多年，而自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所以不管小轩对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一直都将小薰当作最好的朋友。此刻小薰激动的不知该说些什么，短短的几句话瞬间化解了他对卞赫多年的怨恨。而就在当晚，一个陌生男人竟闯入了小薰的家中。富二代为了伸张正义，竟和朋友商量要如何对抗自己的父亲，而此刻正巧被白准听到位，没听清原因，于是他好奇地问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保护白准，卞赫谎称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所以他们打算明天出去放松一下。就这样，几个人约好一起出去玩。变态得知小薰已经请假，便派人偷偷去跟踪他，因为他收集到了小薰要背叛公司的证据，所以他打算除掉小薰。跟踪了一天，也没见小薰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当几个人来到 KTV 时，卞赫发现小薰也一直在注意着白准。回想曾经发生的一切，卞赫才意识到小薰喜欢多年的人就是白准，这让他顿时感到心酸。原来他最好的朋友隐瞒了多年的感情，却从未说出口，而只是默默地守在心爱。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给两个人一次机会。几个人出来后，他谎称肚子疼要上厕所，并让白准坐小轩的车先走。等两个人走后，他就说自己已经好了，接着便开车带着小金和小燕。此刻小金也看出了片刻的心思。与此同时，小轩和白准已经到了天文馆。白准兴奋地望向让他痴迷的太空，他后悔自己来得太迟了。而小薰却说自己后悔的事就是大学时白准向他表白，而自己却紧张的没有好好回答。遗憾的是自己依然在错过。说完，他也终于鼓起勇气抱一下这个让他深爱多年的女人。此时白主人也终于知道了他的心思，仿佛多年的告白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等小金赶过来时，却收到了小薰的消息，并让他们好好保护好白准。小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果然小薰被4辆车团团围住，接着他便和大家失去了联系。此刻白准却在兜里发现了小轩偷偷放在里面的 U 盘，接着他便将 U 盘交给了卞赫，因为这里面都是可以扳倒强秀集团的证据。看着失踪的小轩，卞赫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救出自己的朋友。富二代一直将父亲当作自己的骄傲，看着所有人对父亲毕恭毕敬，他曾以为大家跟他一样是尊敬父亲，而此刻他终于明白，原来大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父亲也是一样，只要对他有半点不利，他就会采取那些残忍的手段，哪怕是当牛做马的小薰，他也不会放过。可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小薰都不肯说出视频原文件在哪。见这招不管用，变态只好找到警方疏通关系，再诬陷小薰，然后将他关了起来，并给他2条路选择：第一是交出证据，第二就是以另一种罪名让他永远不能翻身。更何况强秀集团这么大的公司，根本不是一个毛头小子就能扳倒的。但小轩却告诉他，虽然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动摇他的将会另有其人。此刻小轩也已经被扣上了社会的帽子。卞赫没想到父亲和哥哥竟要以这种方式毁了小轩，于是他找到老薛，因为老薛这里有更重要的资料，而且这些都是小轩之前交给他的。他告诉卞赫可以用这些资料做2件事，第一可以把他交给检方去做小轩未完成的事，第二就是用他威胁父亲救出小轩。这时卞赫想起小轩曾经跟他说过的话，其实大家这么做并不想搞垮公司，而是以这种方式继续经营，公司很快就会倒闭。就在卞赫准备去找父亲谈判时，得知消息的白准也赶了过来。白准想知道他到底如何选择，可卞赫却让白准放心，因为他要选择一条避免所有人受伤的路。于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将文件交给父亲，还恳求父亲放过小轩。父亲看看资料上的内容，原来可以置自己于死地的资料竟在老薛手里，在卞赫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成功扭转了局面。父亲也不得不答应放了小轩，而变态却为此感到不服，因为他觉得卞赫肯定会有更大的阴谋。可父亲却让他放下那些小肚鸡肠，而是应该学学弟弟，一切都要从大事做起。没想到出来后的小轩直接对卞赫大打出手，因为他是想用这些资料扳倒会长。
没想到卞赫却用这些东西将自己救了出来。卞赫想尽办法救出自己的朋友，可没想到朋友不但不感激，还对他大打出手。小轩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听到这句话，卞赫感到非常失望。卞赫觉得这点证据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小勋却认为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就这样，被激怒的卞赫开始对小勋大打出手。可就在两个人争斗中，卞赫却偷偷告诉小勋，小勋虽然不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配合卞赫演好了这出戏。就在这时，白准及时赶到，看到两个人打在一起，他赶紧上前拉架，而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此决裂。看着受伤的小勋，白准感到非常担心。虽然他不知道他和卞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总是觉得卞赫一定有事情隐瞒，所以他还是希望小轩能够帮他。但他和卞赫都不想让白准卷入其中，所以他什么都不能解释。可白准还是觉得哪里不对。第二天，因为卞赫为公司立了大功，父亲高兴地将他提升为主任，而大家却不明白一个实习生有什么理由坐在这么高的位置。接着卞赫就将小勋叫到了办公室，因为他们不但要继续演戏，还要想办法拿到扳倒父亲的合同书。就在他给父亲汇报工作时，父亲却接到洪会长的电话，并约好一起去打高尔夫。这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小勋一起来偷合同书。离开时，他偷偷看了一下父亲旁边的保险柜，可没想到这个举动竟引起了父亲的怀疑。富二代为了拯救老爸，竟带人偷偷溜进父亲的办公室，寻找投诉证据。其实做这件事，殿下也是于心不忍。直到深夜，他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母亲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她深信儿子即使再怎么闯祸，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可他哪里想到，这次儿子却是要将老爸直接扳倒。第二天，趁老爸出去时，他小轩就要准备动手。安女士和张叔帮忙放哨，金叔负责将会长的人弄走。可就在这时，白主任也偷偷地跟了上来，因为他一直觉得小轩和卞赫肯定有事瞒着自己。于是他在张叔那里得知了他们行动的消息。两个人顺利地进入了父亲的办公室，他却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不是父亲和母亲的生日，也不是哥哥和妹妹的，甚至连车牌号都试了一遍，可还是打不开。没想到试了一下就真的打开了保险柜，可这么多文件，到底哪个才是？就在两个人感到为难时，白准却赶了过来。两个人好奇他怎么会知道，因为不想连累白准，小勋执意让他离开。一哥杭州人，是谁打我杭州？果然就在这时，会长跟大儿子赶了回来。张叔见状赶紧通风报信，但这次他可没那么幸运。接着几个人也连连被抓，可这边的卞赫依然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料，气得一巴掌扇在儿子的脸上，接着便赶紧让人查看资料是否还在。而秘书却从另一个保险柜拿出了他们要找的东西。卞赫示意小勋趁机抢走，于是他直接将父亲推倒后，便带着两人急忙逃跑。父亲被气得差点心脏病复发，还好有一群人帮助他们，但对方人手太多。小勋觉得事情不妙，于是将文件分成3份，并约好在大厅会合。可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父亲的五指山，并将他团团围住。从没见过这么坑爹的儿子，不但偷了老爸的投诉资料，还要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可没想到自己却当场被抓。嫣赫希望父亲能就此坦白，如果继续这么下去，不但会毁了公司，还会毁了咱们的家。可父亲这么做只是想多给孩子留下一点，并将公司传承下去，但卞赫却不想继承父亲的这些黑钱。看着眼前的儿子，父亲却是那么的心酸。此刻小勋也被抓了回来。就在这时，小金却及时赶到，并表示有人报警，说会长办公室丢了东西。见到小金过来，两个人赶紧伸出了手。就在这关键时刻，白准也及时赶到，随后几个人便被直接带走。会长知道后气得火冒三丈，但人没抓住，而且资料还被没收，他急得赶紧打电话求助。可此刻再也没有人愿为他伸出援助之手。很快警方就派人拿走了所有的相关资料，新闻也很快报道了卞强秀的罪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却在门口看到了儿子。生了这样的儿子，父亲气得简直就要崩溃。卞赫却吓得慌忙逃跑。可就在下楼时，他却碰到了哥哥。看到哥哥满脸愤怒，他劝哥哥一定要走正道，可变态却没有丝毫悔改之心。虽然卞后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要装作坚强。直到出去时，他看见等在外面的白准和小轩，才终于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几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妈妈知道后，便背着老公约见了儿子。虽然她知道老公做了很多错事，但她还是埋怨儿子不应该在这么冷的天将父亲送进监狱。卞赫知道对不起爸爸，虽然父亲对他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希望卞赫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好每一段路。女孩放弃保洁的工作，准备过她自己想要的生活。
于是他订好了出国的机票。可这件事他并没有告诉卞赫，而卞赫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不再是众人眼中的小混混。公司改革后也变得越来越好。晚上卞赫给白准打来电话，因为自己主张员工准点下班，所以剩下的工作只能自己加班完成。忙完工作后，白准来到卞赫的办公室，但身心疲惫的他却早已昏昏入睡。白准在窗外看着这个为他改变的男人，虽然他动作很轻，但还是惊醒了卞赫。为了庆祝自己跟白准相识180天的日子，所以他准备精心的策划一下，没想到竟被小勋打击得一无是处。但卞赫觉得认识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于是小勋看了看他计划中的芝士蛋糕，便告诉他这是白准最讨厌的。两个人争论一番后，卞赫感觉他应该是不想放弃白准。听到这些话，卞赫开始醋意大发。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难以接受，因为他没想到白准竟然要去跟小勋约会。看到两个人的举动，让他再次有了危机感。但小勋是带白准来看自己的新家，因为白准离开后，他也没有理由继续待在那里。虽然守护多年，最终两个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但只要白准幸福，他就比什么都高兴。小轩觉得他应该将准备离开的事告诉卞赫，可白准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因为自己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卞赫现在这么努力的经营公司，自己真的不想再打乱他的计划。而此刻卞赫却一直等在外面。这时他却碰到了小金和小燕，看着这对甜蜜的情侣，再想想那边正在约会的两个人，片刻气得简直就要崩溃。回来后，小轩看着他那满脸醋意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他又将白准准备离开的事告诉了他，可没想到卞赫却真的生气了。即使白准跟他道歉，他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飘哥不过是被拐了。第二天白准离开时，小勋打来了问候的电话，可直到登机前，他都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即使给卞赫打去电话，对方也是无法接通。登机后，他还是忍不住拨通了卞赫的电话。白准做梦也没想到卞赫会在这里等着自己。